离职后第一天要做什么？去环岛。我们要骑脚踏车环岛喽，给西都准备好了，待会要准备上路啦。Go go！ 2024年4月，嘉跟 Z 同时离开了现职岗位，准备迈向下一阶段的人生。我们趁着这一段空闲时间，进行了一次自行车4极点环岛的旅程，就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旅行吧。我们从竹北家出发，但没想到，才刚出发就发现后轮好像破了，刚好趁这时候去跟老板学一下。从家里出发的第一站竟然是脚踏车店。那感谢刚才的老板帮我把后轮再换过了，我就不用自己换，可以继续上路喽。处理好车子，就沿着头前溪自行车专用道继续往南寮前进。南寮渔港，海屋可费，来这边吃午餐，帅帅去了，送进炉喽，帅！第一次走进来的海屋，之前每次要进来人都超多的，都进不来，真的只能找平日。然后下午就中午就有开了，大家赶快吃披萨，被意大利人讨厌死的夏威夷凤梨披萨，赶快吃喽！这饼是我最喜欢的薄饼，焦焦的，很酥脆，不会太咸，这个去哦开心，好好吃哦，欲罢不能。你不要第一天就摔死哦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骑行在最美海景自行车道新竹17公里海岸线，嘉决定发起一个你好运动，看看路人会有多热情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像这样子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，瞬间会有一种感动啊，很有趣的经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样子跟大家打招呼，好有趣，好开心哦！这真的，对，真的是打从内心的开心。你好，爸爸，谢谢，好可爱哦！只要我们主动的释出善意，别人也是会给予适当的回应。带我出去还可以包包哎。对啊，爸爸。新竹苗栗交界，我们到了。对，我进来苗栗了。我们到苗栗了耶，跨县市了。竹苗自行车道自2022年已开放，可从新竹渔港出发，一路向南，经过湿地及沙丘，继续往南骑到苗栗，欣赏风光明媚的苗栗美景。第二个点，2到3之间而已。对啊。苗栗海岸线由北至南绵延52公里，串联竹南、后龙、通霄及苑里。不过考量这是我们的第一天，今天的目标就设在我们苗栗市的家吧。在进入苗栗市之前，都有这个上坡，加油吧，慢慢骑，把档放轻，慢慢来。真的骑不动就下来走，没有关系，加油。当然，任何旅程都不会是全平坦的路，途中几段上坡让我们的双腿肌肉感到疲劳。特别是在接近苗栗市的那一段，坡度显著增加。这时，嘉和我相互鼓励，一边调整呼吸，一边持续前进。若真的不行，大不了就下来推车走。最终，我们还是用走的了，太累了。这些挑战使旅程更加丰富，也让我们的关系更紧密。当我们抵达苗栗市时，已进入傍晚。饥肠辘辘的我们选择了一家当地的小餐馆。
大夜班。享用美味的街边料理作为这次旅程的犒赏。这大米才60，不敢信这么大一碗。然后这个面才40，苗栗的物价真是便宜，而且是好吃的哦。我们来吃吧。食物的美味加上一路上的辛劳，使这餐显得尤其甘甜。太好吃了，刚刚不小心被我一口一口一直把它爆了。我都还没吃到，已经变这样了，真的夸张。在苗栗家休整后，开始规划隔日的行程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决定明天我们要去哪里。其实我们这次的计划是下一个县市怎么去哪里，我们要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。那当然，这次我们主要是走海线。这次环岛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就是要去4极点，所以当然就是要靠海走。那苗栗的下一个都市就是台中市。那台中市刚刚用 Google 查了一下，有大甲、大安、清水、梧栖、龙井跟大肚。那刚刚已经做好签了，那所有人的权重都是一样的，这6个乡镇市。那就来决定喽。这个轮盘抽签决定了我们将要探访的乡镇，每一个选择都载满了未知与期待。大甲很近的，大甲没有问题啊。大甲我们可以去那个镇澜宫啊，然后去那边吃那个像香肠，那个叫什么肠，对不对？肠粉还是什么东西的？对，那个我还蛮喜欢，那个很好吃。大甲 OK 啊，大甲离这边相对近，我们在苗栗市去大甲应该不远。大甲是第一个耶！啊，死定了！那下一天我们就要去很远很远，就要这样子，这样沿路这样跨下去耶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一旦地点确定，我们便展开新一天的冒险。上路前，先在苗栗喂饱我们的五脏庙。苗栗市的 Toast 早午餐是我们近期最爱的早餐店。餐点新鲜可口，分量大，重点是价格便宜。如果有路过这里，非常推荐来享用美味的早午餐哦！超大一个汉堡，吃饱出发，去大甲啦！超棒的景色，好舒服哦！顶着艳阳，欣赏沿途风景。怀抱着好奇的心，重新探索台湾，途中遇到的人事物，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新奇有趣。我在牵水牛，我们在水牛城，嘿嘿。哇！你好。我们的新朋友。嗨。有外国人2位。我们现在在中油这边上个厕所，然后我刚刚在研究一下它的加气站。那这种的，如果是这种输入压力值的，这个只能让汽机车的轮胎使用，脚踏车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它的压力值没有办法到脚踏车的压力，可能像70、80啊，或者是100的 PSI， 所以没有办法用咯。那大家如果记得环岛的时候，随身一定要携带，不管是对手压、脚压的、脚踩的，还是甚至是充气瓶，对，一定要带一条，一定要带一个。那我们是有带一个手压，它算手压又可以脚踩哦，那个两种的，不是是脚固定手压的那一种。好了，继续上路，继续上路了。这次出发前少了一件女生的车衣，也就是家的车衣，所以我们就刚好停留在院里这边找到一家130单车行。那老板很酷的是，他好像才刚跟白沙屯毛群那边巡礼完啊，他就送我们2张这个有过炉的哦。大甲的景点，我们就决定是铁站山了。想不到吧？我们来这里，为什么是铁站山？因为家的爸爸长眠在此，我们希望能过来跟他说说话，缅怀一下。但我们天真的没发现，铁站山的自行车步道让我们骑到铁腿，结果将近3公里的路程，就有2公里是在爬坡，而我们也推了2公里的车。还好赶在军人公墓关门前，我们终于抵达了。虽然停留的时间很短暂，但心却已经很满足。刚才爬坡有多累，现在滑下来就有多爽快。不到5分钟的路程，我们
就回到平地了。立刻前往在大甲的住宿洗澡更衣，准备晚上与贵客逢甲大学的刘义瑞教授相见。订咖啡，先赶快喝水，好渴哦。对，刚刚才到。它是一个外带店，不过外面有一些小小的座位。那我们在这边等一下刘老师，先喝一点饮料。小心太猛，这个很适合我啊！这个超适合我的。刘教授在知道我要环岛时，特别嘱咐我到台中的时候，一定要知会他一声。我原本想说不用麻烦，基于礼貌，我们到的时候就留个言给刘教授就好了。结果刘教授知道后，就立刻安排下班后的公车路线前来大甲与我们会合，也请我们吃一顿好料的。对我而言，刘教授就像我的忘年之交，每每有什么新奇的想法，我们总是能聊得天昏地暗。也非常感谢刘教授愿意与我分享他的高见与创意，确实令我收获良多。看一下，这你先看一下，它总共6个海鲜，3个。你都挑海鲜？对，我们这一次就决定也是海鲜。对，因为我要去4级。那是不是按哪里？就直接按中间啊。按中间就对，看老师按到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。紧张哦，老师决定哦。好了。哎呀，福星是哪里啊？福星在鹿港旁边而已。真的啊？哎，好，他骑车应该几分钟就可以到。老师，感谢你，我们明天要去福星。还不错，福星真的是在鹿港旁边。送别刘教授后，来大甲怎么可能不来镇澜宫？可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人那么少呢？因为主人不在家。因为主人出去了，他出去玩呢。那我们趁他出去玩的时候来他家这样子。好漂亮哦。对啊，真是金碧辉煌哎。自称宫庙系的我们，一定要来参拜镇澜宫。除了欣赏镇澜宫的金碧辉煌，同时也祈求我们这趟旅途平安有趣。以上就是我们随机乡镇环岛的第1集，请持续追踪我们的环岛乐趣哦。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您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开启小铃铛当当。您的留言我们都会回复哦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Hey, I got something to say. I'm just so sick of hearing everyone complain. I know it's tough and I know there's pain, but hitting bottom is the only way to change.